婚后第3年，他被地痞掳走，经受非人折磨。醒来时，他枕边放着未拆封的电报。该女士由于死亡，身份户籍已经注销，请合法继承人写死亡证明到证券公司办理後續事宜。沈星洛只當是銀行弄錯了，致電戶籍登記處。沈星洛女士，佢早喺1週前已經確認遭虐殺身亡，係佢嘅前夫顧雁成先生親自攞住死亡證明嚟辦理㗎。沈星洛如遭雷擊，指尖冰涼地攥緊電話聽筒。有找到他的屍身嗎？若無屍身，何來死亡證明？顧燕成又如何成了他的前夫？辦事員嘆了一聲，語氣裡竟帶着一絲豔羨。沈女士遺體據說遭兇徒損毀，難以辨認。佢去世後，顧先生悲痛欲絕，娶咗一位相似嘅女子。那場婚禮轟動，互相你冇睇報嗎？顧先生真係用情至深。電話聽筒滑落，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銳痛。給我查喬伊的身份信息。電話那頭是父親身邊的鐘秘書。小依依小姐，您說的怕是孫依依吧？您離家後，老爺讓管家孫媽的女兒進了公館相伴，孫依依為與老爺親近，自行改了姓。原來喬依依是孫媽之女，改姓整容，冒充會長千金。鐘秘書轉告父親，我願意回家，但有2個條件：第一，將喬依依趕出陸家；第二，我要接手陸家全部產業和一個全新的身份。沒過多久，鐘秘書回復他：小姐，老爺目前正在南陽洽談生意，約1週後返滬，到時候我會親自接您回公館。好。是顧燕成先背棄了誓言，他不要他了。他又打給報社發行員，預定了以後的新報紙。護士準備好工具，重新為沈星洛包紮傷口。別告訴他我出去過。護士噤若寒蟬，電話告知顧燕成，沈小姐醒了。不過半個時辰，顧燕成便驅車趕來。星洛，你終於醒了，還疼不疼？他眼底心疼與愛意濃得化不開，絲毫不似作為。星洛，別哭，是我來晚了，都怪我。我不該讓你獨自出門，上面的人我定叫他們百倍償還。很快，顧燕成的人押着幾個血肉模糊的男人進來。先生饒命，我們知錯了。拖下去，繼續打。夫人何時痊癒，何時停下。男人們被拖走，地面留下蜿蜒血痕。緊接着，顧燕成竟跪在他床前，狠狠關了自己3巴掌。星洛，我也該罰。沈星洛看不懂他了，淚水決堤。星洛，你若難受，並打我出氣，我捨不得你哭。沈星洛將下唇咬出血，啞聲開口：是眼睛有些酸。顧燕成霎時鬆了口氣，取出一串沉香木佛珠。星洛，這是你昏迷時我特地去普陀山為你求來的。寺裡大師說誠心3跪9叩，願望最靈，沒想到竟是真的。作為獎勵，你親親我可好？沈星洛腦中盡是顧燕成與喬依依纏綿的畫面，正不知如何拒絕，一旁的電話嗡嗡作響。接吧，或許有急事。顧燕成只好接起電話，神色微變。星洛，確實有些急事，你等我回來。沈星洛點頭，顧燕成立刻轉身離去，比來時更匆忙。沈星洛跌着衝出醫院，街邊報童正吆喝着當日頭條，巨幅廣告牌上刊登着顧燕成在慈善夜宴上的新聞。顧燕成為新婚妻子一擲千金，拍下稀世粉鑽。沈星洛也終於看清他娶的是誰，喬依依。他不知自己是如何趕到那家豪華飯店。顧燕成與他的秘書站在廊柱旁，似是在等人。沈星洛想衝過去質問：先生，您這回真是大手筆。顧燕成靠在廊柱上，淡淡瞥他一眼，剛摸出煙盒，忽似想到什麼，朝洗手間方向望了一眼，將煙丟進痰盂。提及喬依依時，他眼角帶笑；提到沈星洛時，那笑意變淡。半夜前，星洛為了趕走依依，竟給他下藥，將他丟進碼頭苦力。幸而我及時得知依依真實身份趕到，原來他就是我苦尋多年的滬上商會會長千金。我少時承諾過，絕不會再讓他落淚。我愛星洛，但也不能再負了依依。依依愛我之深，但願沒名沒分地跟着我。但他現在未婚先孕，怕敗壞門風，想去醫院流產。我怎麼忍心讓他傷害自己的身體？唯有星洛死了，依依才能堂堂正正嫁我，生下顧家顧血。先生，星洛小姐近日也該醒了吧？您弄出這麼大的陣仗，若是被她察覺，星洛不會察覺。我已打點好醫生，將她的傷勢說得更重些，需再靜養1年。待依依平安產子，我便與她離婚，再接星洛回來。你管好底下的人，不要去星洛面前走動。沈星洛立在遠處聽着，淚如雨下。昔日熾熱誠摯的誓言猶在耳邊，如今卻化成最鋒利的刀。沈星洛萬念俱灰，
忍不住惨笑出声，眼泪奔涌不止。他狼狈地逃离饭店，每一步都似踏在刀尖之上。直到护士看见他惊叫一声，他才迟钝地发现伤口裂开，鲜血涔涔。沈星洛却绝不出疼，世间万般痛楚。第二天，沈星洛看见了乔依依和顾燕成，他悄悄地跟了上去。他看见他俩进了走廊转角的另一间高级病房，刚靠近，便听见顾燕成的声音：“依依，你放心，那些伤都是做样子的。原本我还在想如何让你顺理成章生下这孩子，他们的出现正好给了我由头。”沈星洛如坠冰窟，浑身力气被抽干，脚下踉跄。但说到底，他们那几脚让星洛昏睡了些时日，令我心中十分不快，总该受些教训。我便让他们磕了几个响头。自你走后，谁都能欺辱我，如今连我的朋友也要因我受罪。顾燕成，你就是个骗子！若非发现我的身份，你是不是永远更不会舍命救我，还会为了沈星洛赶我走？我的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。错了就该受罚。那大小姐想要如何罚我？罚你把我手指上的眼泪舔干净。沈星洛听不下去，想要转身逃离，余光却透过门缝看见顾燕成单膝跪地，仰着头，极尽虔诚地舔舐乔依依指尖的泪痕，连指缝都不曾放过。吃尽泪水，他又起身，细细吻去他脸上的泪珠。很快，两人忘情地吻在了一起，忘情而激烈。沈星洛也看清了乔依依腕上那串沉香木佛珠，与顾燕成方才送他的一模一样。普陀山许愿需极致诚心，1年只能上山叩拜一次。顾燕成那串究竟是为他求的，还是为乔依依？看着两人纠缠的身影，沈星洛崩溃欲哭，嗓子却疼得发不出声音。顾燕成，这就是你说的此生唯我一人？他不敢再听，怕自己会当场呕吐。回到病房，他呆坐许久，直至深夜，顾燕成才星洛，你还欠我一个吻呢，我可要自己讨回来了。说着，他俯身吻了过去。即将触碰的瞬间，沈星洛骤然转身，将手搭在脸上，背对他，隐忍的泪水瞬间滑落，浸湿枕巾。藏在背中的另一只手死死攥紧。他既想用刚吻过乔依依的唇来碰她当真，恶心至极。耳边传来他无奈的低叹：“星洛，这个吻我可盼了许久，睡着了也不让我如愿。”接下来2日，顾燕成推掉所有工作，寸步不离守着沈星洛。他让秘书找医生伪造了一份严重诊断书给沈星洛看，痛心疾首地劝他必须住院疗养1年，还特意叮嘱：“星洛，你身子弱，少看些报纸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告诉我，我去给你买。”他笃定沈星洛不喜看那些小报新闻，未曾疑心，也未收走他与外界联系的渠道。可沈星洛早已洞悉一切，他再如何深情款款，他也无法感动分毫。是夜，路上暴雨倾盆，夜驰泥泞。沈星洛害怕地蜷缩在被中，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无数可怖画面。母亲在雨夜发现父亲出轨后崩溃思考，父亲的外事偷偷戕害，给他喂分明药物，地痞的钢棍如雨点落下，他痛苦至极，面色惨白，浑身冰凉。顾燕成心间一颤，立刻命人冒雨过来铺设隔音毡，封死所有门窗缝隙。星洛，别怕，有我在此，无人能伤你分毫。沈星洛早已习惯他的慰藉，渐渐冷静。下一秒，他却僵在原地。透过暗淡的光线，他看见顾燕成手里握着听筒，他一遍遍安抚的不止他，还有电话那端的乔依依。沈星洛怔怔看了许久，最终他平静地推开顾燕成，躺回床上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顾燕成未察觉他的异样，只当是关心，笑道：“星洛，我怎舍得走？我就在这守着你睡。”连爱都能分与他人，又有何不舍？沈星洛未发一言，顾燕成的电话通了一整夜。1日清晨，顾燕成令秘书找人给整个医院做了隔音设施，又特意购来限量版西洋留声机，播放舒缓交响乐以安沈星洛心神。前来换药的护士羡慕不已。昨夜雷声刚响，顾先生就急疯了，生怕您受惊。这一早又折腾这些，夫人，先生待您真是极好。沈星洛苦涩一笑：“星洛是我夫人，我不待她好，待谁好？”一旁相离的顾燕成调侃笑道，邀功似的看向沈星洛：“星洛，我说的可对？”那笑声刺入沈星洛心扉，他扯了扯嘴角，紧盯着顾燕成道：“对啊，燕成发过誓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人，若他负我，他便去死。”他想看顾燕成听到这誓言是否会心虚，可惜他错了。顾燕成毫无异色，自然的好似那日与乔依依缠绵之人并非他。有一瞬，沈星洛真想问，
既如此爱他，为何背叛？就因乔依依冒用了那商会千金的名头，唇瓣颤了许久，终未问出口。不必了，脏了的男人，即便认错了人，他也不要了。门口呼起敲门声，乔依依一脸愧疚的进来。星落姐，都怪我未管束好那些朋友，让他们伤了你，他们已受够惩戒。求你让燕城放过他们吧，你的身份证遗失了，我已托人补了一份回来。沈星洛瞥见那张身份证，瞬间脸上血色尽退。他们不止偷偷注销他户籍，竟连名字也改了，不是沈星洛，而是侯东西。侯东西，侯东西，怒火堵在心口，胀得生疼，压抑数日的情绪骤然爆发。滚！顾彦成这才发现身份证上的名字有异，心头猛跳，急忙抱住情绪失控的沈星洛，轻拍其背安抚，扭头怒斥乔依依：谁让你改这个名字的？乔依依身子一颤，委屈地看了看身份证，吓得哭诉：名字怎是侯东西？这不是骂星落姐吗？燕城，一定是办事的人弄错了，都怪我未仔细查验。星落姐，你若实在生气，便打我吧。沈星洛却从他那假作无辜的脸上看到了得意，那故意点名的话语分明是明目张胆的嘲讽。掌风将至，却被人拦住，是沉不住气的顾彦成。方才还盛怒的脸上，此刻竟掺了丝紧张。这是顾彦成第一次为了旁人拦他。怎么，我打不得他？沈星洛憋回眼泪，讥诮道：是真弄错了，还是存心的？你心里清楚。这些话听得顾彦成心头一咯噔，他压下那丝莫名心慌，急忙解释：星洛，这种事脏手，我来便是，我这就去替你出气。说完，他粗暴地拽着乔依依离开。这一次，沈星洛没有跟上去，一旁的电话却响了。他拿起听筒，听见对面传来的声音，他知道顾彦成又骗了他。他所谓的教训，不过是一声心疼轻哄，后一句就吓哭了。我的大小姐，是我不好。乔依依撇着嘴，赌气承认：是我不好才对，都怪我太坏，改了星落姐的名字。你就要替星落姐教训我，便动手吧。顾彦成无奈轻叹，将乔依依搂入怀中，一下又一下地吻着她。你并非存心，你是我失而复得的珍宝，我怎么舍得动你？是我错了，那小姐，你惩罚我吧。那边的声音突然变得怪异起来，沈星洛怔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顾彦成是在用嘴为乔依依缓解胸口胀痛。紧接着，听筒里又传来粘稠的水声和乔依依压抑的轻喘，眼泪啪嗒一下滴在床上。沈星洛一想到那个画面，就恶心的几欲作呕。他猛地放回听筒，难以言说的痛楚令心脏紧缩，痛得几乎崩溃。顾彦成，你的承诺可笑至极，辱我也辱得彻底。次日清晨，顾彦成才回来，脸上带着艳足，却偏要装出对乔依依的厌恶，看起来可笑至极。星洛，我已教训过他，他不敢再针对你了。沈星洛什么也没说，只平静扫他一眼。一夜蚀骨之痛早已将他对顾彦成的爱消耗殆尽。顾彦成只觉沈星洛不对劲，那双眼看他太过陌生，再无半分爱意，心脏狠狠一抽。他有些慌乱，还以为沈星洛是因名字一事而导致的情绪不佳。星洛，是我疏忽了改名之事，我现在就去将名字改过来。名字早已不重要了，反正再过3日，他便不再是沈星洛，更不是侯东西。午饭后，乔依依又来了，她步履蹒跚，满身青紫，庞佛受尽了折磨。为沈星洛拔针的护士见状惊呼：先生真爱您，为您连女人都狠心教训。乔依依也说：星洛姐，燕城为你狠狠折磨我一夜，哭求许久，他都不肯停歇，身子都快被他弄坏了。护士更是羡慕顾彦成对沈星洛的深情，一离开便将此事传开。沈星洛无视他，艰难起身去盥洗室。乔依依索性不装，嗤笑一声：装什么啊？昨夜给你打的电话都听见了吧？还有前日燕城要我是要的那般狠，想必很久没碰你了吧？你怎有脸赖着不走？只要你肯离开燕城，我赏你50块大洋。沈星洛无动于衷，接连被无视，让乔依依有些不悦。沈星洛，你可知我是谁？我是沪上商会会长的千金，你争不过我的。沈星洛瞥他一眼，即便你改了姓，也永远是假的。乔依依愕然瞪大双眼，你什么意思？门外脚步声起，乔依依瞥见熟悉身影，忽然对沈星洛诡异一笑，猛地扯断腕上佛珠，丝线崩断，檀木珠子滚落一地。沈星洛脚下打滑，惊慌间下意识想抓住什么，耳边传来顾彦成惊惧的颤音：星洛。可是线中急奔而来的顾彦成却及时扶抱住了乔依依，砰！沈星洛重重摔倒在地，
剧痛袭来，昏死过去。再醒来，已是半夜。顾彦成在沈星洛手术时，命手下人抽了自己整100下。事后一直守在他病床前，面色惨白。见他苏醒，顾彦成激动道：星洛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去接乔依依，是我太紧张你，一时慌神报错了人。他颤声说着，通红的双眼落下泪来。若在往日，沈星洛定会信他，如今沈星洛心中波澜不起。我想喝水。顾彦成立刻倒水，小心翼翼喂他。沈星洛无视他背上渗血的鞭伤，我想再歇会儿，你出去吧。顾彦成怔住，那股异样感再次涌上。他为何不关心他的伤？难道他不爱他了？秘书匆忙赶来，在他耳语低语。他脸色一变，看了眼沈星洛。星洛，你好生休息。沈星洛睡了半日，精神稍好些。负责照看他的护士似也察觉他对顾彦成态度冷淡。夫人，您出事后，先生自责不已。临手术时，他因愧疚，让手下人抽了自己100鞭，事后不肯上药，一直守着您。临醒后，他又急着去查昨日之事。有个姓邱的护士路过，说是您争抢乔小姐佛珠，才智滑倒，但先生根本不信，不仅辞退他，还让手下狠狠报复了。沈星洛忍不住问：你们都觉得他深爱我？护士点头。顾彦成演得真好，若是他们知顾彦成早已出轨乔依依，还会羡慕吗？一整日，沈星洛都未再见顾彦成，只收到他打来的电话。星洛，银行有急务要处理，我晚些再回来。可报纸上的号外却无情戳破了他的谎言。顾夫人未死，乔依依小三上妹。沈星洛看着报纸上的内容，发现是那邱护士将他的消息捅给了报社。还没看完全文，送报的小孩再次出现，将匆匆赶出来的新报纸交给他。醒目的标题上是一则澄清启事登报，顾先生悲痛欲绝，邱某伪造照片，污蔑顾夫人，本府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沈星洛看完笑出声来。夜半，他被噩梦惊醒，是盥洗时洗脸。转身时，却被一块湿布捂住口鼻，刺鼻气味吸入。沈星洛来不及挣扎，便软倒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昏沉醒来。依依，你受的委屈太多了，星洛害你摔倒，险些小产，如今又被护士污蔑，我舍不得动星洛，但一个护士欺了你，总该受些教训。紧接着，10数根棍棒狠狠砸在他身上，未愈的伤口再次崩裂，血肉模糊，甚至可见白骨。沈星洛不受控地想起那崩溃一夜，浑身剧颤，痛苦绝望地想呼救，黑布蒙眼，所有痛苦被无限放大。耳边恍惚响起暴雨夜顾彦成的话语：星洛，只要我活着，绝不让你受半分伤害。砰！又是残忍一棍，击碎所有虚妄。耳畔嗡鸣，鲜血淌满脸颊。不知多久，折磨才停止。沈星洛半死不活，被人扯下黑布，一盆滚烫的热油泼在他脸上。啊！沈星洛痛到失声，浑噩中听见乔依依得意道：沈星洛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户籍身份都被燕城注销了，他又对外宣称你已死，那这张脸也不必留了。如今我才是燕城明媒正，你别怪我狠心，谁让你占了燕城一半线，又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你就只能彻底消失了。乔依依命人将他拖上车。1个多小时后，烫伤的双眼勉强能视物，虽模糊不清。他被带到一座热闹的老宅，里面像是在办寿宴。没等他找到机会逃走，那些人换上道士袍后，就将他推上一处高台。紧接着，他被这群人用各式器物殴打凌虐。他痛得蜷缩着身体想要逃，却被众人拦住。锋利长剑刺入身体，搅得血肉模糊。漫天燃烧的符纸落在身上，灼烧皮肉。沾了盐的水泼在身上，痛楚倍增。沈星洛痛不欲生，恨不得死去。台下却掌声雷动。奶奶，那满身血污、面目狰狞的便是邪祟，道长们做法为您驱邪祈福，保佑您长命百岁。还是依依孝顺，不像那个沈星洛一无是处，家世平平，看着就晦气，却迷得燕城团团转。为了娶她，差点与家里断绝关系。这都3年了，肚子也没动静。若不是依依你嫁了进来，我们顾家都要绝后了。奶奶，顾家银行快撑不住了，依依答应注资20万大洋，沈星洛能做什么？就只会挥霍顾家钱财，坐享清福。此刻还不知在哪里败家。其余顾家人纷纷附和。就是，
依依是顾家功臣，沈星洛只会丢人现眼。半人之燕城娶的是会长千金，羡慕不已。先前娶沈星洛时，我都不敢出门赴宴，幸好燕城醒悟，娶了依依。只可惜沈星洛是假死，若真死了才好。奶奶，法事完了，咱们该用膳了。沈星洛听见熟悉的声音，想要抬头，却被人故意踹倒，也终于看清了台下的人。瞬间，他僵住了，充血的双眼死死盯着正要离去的顾燕城，只觉自己可笑可悲。他艰难张口，想要揭穿这一切，灼痛的喉咙却发不出一丁点声响，脸上的血水和泪也混在了一起，让他已经无从分辨出自己是否流了泪。可胸口撕裂般的痛意让他无法忽视。顾燕城，你错认乔依依，如今连我也认不出，还亲眼看着我受尽折磨。顾燕城似有所感，回头望去，对视上的一瞬间，他莫名觉得心悸，那双通红眼睛给他的感觉过于熟悉，就像是星洛在看着他一样。触及对方眼底的痛恨，更是让他的心口有刹那的绞痛感。依依，他身上的伤自然是假的。燕城，别看了，去用膳吧，我饿了，怕是宝宝也饿了。顾燕城只好收回视线。等观众散尽，倒是很踹沈星洛。看什么看？他可是沪上商会会长，千金的男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也是你能看的。他们粗暴地将沈星洛拖走，随意扔上山间土坑，又用布死死捂住他的口鼻。死了可别找我，怪就怪你得罪了商会大小姐，那是你能招惹的。窒息感让沈星洛一时挣扎，可他浑身早已无力，微弱的反抗在这些男人面前不过是浮游汉术。他绝望地闭上眼，脸上却露出解脱的笑容。顾燕城，我只恨当初错爱你，你负了我，也背弃了誓言，只愿我们此生永不复见。失去意识前，他恍惚听见急促脚步声与惊喊：小姐，竟敢伤小姐，他们该死，快送小姐去医院。沈星洛被送入急救室，陆父得知消息，推掉所有事务赶来。他在外守了整整10个小时，手术才结束。医生摘下口罩，沉声道：陆会长，小姐面部烧伤严重，周身多处致命伤，脏器受损情况危急，能否脱险还需再观察一段时间。陆父看着床上被纱布层层包裹的沈星洛，拳头攥得发白颤抖，沉声对钟秘书道：给我查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所为，竟敢如此折磨我的女儿，伤过星洛的人一个都不准放过。另一边，顾燕城离席后一直心神不宁，脑中总浮现那邪祟的眼神，太像星洛，而星洛已1日未回他消息，这让他坐立不安，迫切想回沈星洛身边。顾家人对乔依依极为满意，围着他不停夸赞，都怪沈星洛，顾家银行周转不灵，定是他克的。自他进门，顾家就没好事，真是晦气。好在如今有依依，银行的事情再也不愁了。依依真是我们顾家。乔依依虚荣心极大满足，故作姿态。等夫妻忙完，我便让他立刻给顾家注资20万大洋。顾家人顿时笑逐颜开，顾老夫人更是拍着乔依依的手夸赞她懂事。顾燕城没有将顾老夫人大寿之事告诉沈星洛，一是怕他让他假死之事暴露，二怕沈星洛受刁难。他不愿再往下听，走到乔依依身边。寿宴既已结束，我送依依回去。顾老夫人不满，强硬道：急什么？房间早备好了，这些日子你们就在这里住下，也让依依好生安胎。你也该学学如何当爹了。依依是千金之躯，绝不能在顾家受半点委屈，你应该将她伺候周到。今天是顾老夫人寿宴，顾燕城不好忤逆，只得暂时应下。刚将乔依依送到房门口，顾燕城就急着说：依依，你先休息，我有事要处理。乔依依心知肚明，心中不悦，却没有表现出来。反正一切他早已经安排。顾燕城偷溜下了楼，正好碰到秘书找了过来。先生，夫人的新身份证已办好。备车，我即刻过去。半途，顾燕城命秘书在稻香村停下，买了沈星洛最爱的枣泥糕。到了医院，他轻手轻脚推开病房门，看见病床上背对着他的身影，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他将身份证放于床头柜，为他掖好被角。星洛，放心，
名字改回来了。顾彦成在病房守了一夜，天亮前赶回顾家老宅。刚到门口，就听下人说乔依依动了胎气。顾彦成慌了，急忙跑了过去。好在乔依依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，只不过他看见顾彦成，顿觉委屈，抹着泪说：“彦成，医生说我胎相不稳，是心绪不宁导致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只有1年的夫妻名分。等我生下孩子，你就会跟我离婚。这1年里，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。你能不能多陪陪我？你昨夜离去，我噩梦连连。我梦见你再度抛下我，去见星落姐。”顾彦成想起又是他，心生疼惜，轻声应下。此后数日，顾彦成都在顾家陪乔依依学习育儿，闲暇处理银行的事情，只偶尔抽空至顾家投资的医院。但每一次，顾彦成都没能正面见到沈星洛，打的电话也永远不接。他一开始以为沈星洛是气他久不露面，后来心中预感不安，却看见一陌生女子穿着沈星洛的病号服，正在与人通话，语气得意。幸好乔小姐手段高明，留住了先生，否则日日扮演那死人，我迟早……顾彦成笑容僵住，浑身的血液也一瞬间凝固。他每次见到的沈星洛竟是他人假扮，真正的星洛早已死去，绝无可能。星洛怎会死？顾彦成无法接受，心痛到窒息，猛地踹开病房门。你说谁死了？女子吓得想要用被子遮挡住脸，手却抖得抓不住，反被顾彦成一把拽下床。他惶恐万分，哆哆嗦嗦道：“先生，是沈星洛死了，不是我，与我无关，是乔小姐半月前让我来的，说沈星洛已死，我只需在这里扮演他就可以了。”话未说完，顾彦成失控地死死掐住他脖颈，因至低吼：“胡说八道，星洛没有死。”直到秘书出现阻拦，顾彦成才稍微恢复些。有夫人的消息了。秘书说着，小心翼翼地观察了顾彦成的脸色。清洁工在会所后院发现一串染血佛珠，我觉得眼熟，就让人查了，发现当天正好有位导演在拍电影，正好将那一幕拍了进去。影片中那夜被殴打的人好像是夫人。最后那句话在顾彦成耳边炸开，他心脏被揪紧。影片在哪儿？秘书带顾彦成去了会所，将那段截留的录像放了出来。画面中，黑布蒙面的女子被他的人围住，棍棒交加，打得血肉横飞，也打碎了他腕上佛珠。顾彦成心脏骤紧，浑身止不住颤抖，赤红眸子死死盯着影像，心中祈求，下一秒希望彻底粉碎。乔依依扯下女子的蒙面黑布，脸上是他从未见过的狞笑。接着，有人端滚烫热油泼向沈星洛的脸。不，顾彦成声嘶力竭，可一切已发生，他无力阻止。那张被烫伤的脸让他想起寿宴上的邪祟，瞬间他明白了一切。乔依依为什么要伤他最爱之人？剧烈情绪波动让他生生吐出口血。想到沈星洛当时看他的眼神，顾彦成悔恨万分。他真是个傻子，连自己最爱的人都没有认出来。沈星洛当时是不是绝望极了？顾彦成形如走尸般的离开房间，正好不远处的电话响起铃声，打来电话的人是乔依依。他娇声说：“彦成，你去哪了？我腹痛。”若在往日，顾彦成一定会轻声安抚他，然后火速赶回去。此刻他死死攥紧听筒，手被青筋抱起，强行压住被骗的怒火，说：“我现在就回去。”挂断后，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吩咐秘书去查星洛的下落。另外，再调查清楚乔依依这些天背着我都做了什么。说完，他这才冲出院，赶回顾家老宅，一路闯了10几个红灯。先生，有人刻意抹去夫人的行踪，我暂时无法追踪到，只能通过护士那里得知20多天前夫人曾外出，之后长时间停留于角落病房外。顾彦成猛然想起那天发生的事，脸色瞬间惨白。难道那天他与乔依依发生的一切都被星洛看见了？乔小姐曾单独见过邱护士，指认夫人扯坏乔小姐佛珠，并在小报发布羞辱言论，事后又收到乔小姐的大洋。秘书迟疑片刻，又道：“先生，1个月前匿名注资顾家银行的应该是夫人，但夫人的户籍身份被注销，投资失效。证券公司发送电报后，一直等不到家属联系，便联系了我们。我查过，夫人曾经打电话给户籍处，想必她早已知晓一切。”顾彦成脑中嗡鸣，浑身力气被抽空，踉跄欲倒。他忽然想起来1周前收到的那封电报，收件人的名字是沈星洛，难怪星洛待他冷淡，原来他早在那时就知道了一切。顾彦成崩溃的又哭又笑，整个人浑浑噩噩的，不记得自己如何走到的房门外，却听见乔依依嚣张与人通话：“注资20万，自然是骗他们的。待到付款日，我就说是沈星洛得罪了陆家，20万没了，
到时候顾家人一定恨透了沈星洛，而沈星洛早死透，说不定都被野兽演得尸骨无存了。这顾家夫人的位置只会是我。砰！墙门被狠狠踹开，乔依依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顾彦成死死掐住脖子，摁在床上。他目眦尽裂，是你害了星洛。乔依依惊愕看着突然出现的顾彦成，艰难地抓着他的手，泪眼朦胧。彦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怎会害星洛姐？那夜被绑的是星洛，他遭数百下殴打，而你在我走后因惹忧破胆，毁他容貌，让他尝了你口中的血碎，让我们亲眼看着他受尽折磨，还笑着称好。乔依依，你这毒妇！顾彦成怒声嘶吼，每字每句皆如刀刃刮过喉咙，满口腥甜。彦成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肚子好疼，孩子。闻声赶来的顾老夫人等人见状，冲上前尖声喝道：顾彦成，你做什么？顾彦成怒吼，杀意汹涌。他害死星洛，来偿命。彦成，我没有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晕了过去。你疯了吗？依依是你的妻子，你这是想要让她一尸两命吗？沈星洛死了正好，省得他搅得顾家鸡犬不宁。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怎么能与依依相比？依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闪失，她死千百次都不够。顾彦成眼中的戾气更盛，嫌恶冷嗤。他也配同星洛相提并论？随后不顾顾老夫人阻拦，顾彦成直接召来保镖，将顾老夫人等人撵在门外。医生过来为乔依依诊治期间，秘书赶了过来，将搜查到的东西全都交给了顾彦成，全都是乔依依诬陷沈星洛的证据，还有当初迷晕带走沈星洛之人，正是那日做法道士，但那几人莫名失踪，秘书无法查知他们之后对沈星洛做了什么。医生临走前对顾彦成道：先生，夫人情绪过激，又差点窒息，若再有不慎，肚子里的胎儿怕是要保不住了。乔依依这时悠悠转醒，双眼通红。彦成，你怎么能随意怀疑我？你忘了你年少时说过要保护我，不让我再哭的。如今你不仅不相信我，还要为了星洛姐杀了我和孩子。你要是认定我害了星洛姐，就杀了我，替她偿命。顾彦成恍惚想起了幼时，那时的乔依依叫小月月，每次看见她，湿漉漉的双眼都是亮晶晶的。她怕自己凄惨的经历会吓跑她，总是强装快乐，在她面前从不诉苦，除非她撞见。譬如她曾见她被精神失常的母亲推入泥潭，明明委屈得快要哭了，可她看见她时却笑了出来，还跟她说笑。彦成，你看我像不像小花猫？而乔依依表明身份后，却经常在她面前委屈落泪，与幼时的小月月简直判若两人。乔依依，你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情，那我就帮你回忆一下。顾彦成将证据置于他面前，嘶吼道：星洛现在在哪儿？乔依依在影片里对沈星洛做过的事情都拍成了一张张的照片，清清楚楚地摆在他的面前，还有邱护士承认栽赃的亲笔信。乔依依脸色一白，知道自己完了，但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爬到顾家夫人的位置，她心里就不甘，咬了咬牙，强装镇定地说：我确实不知道星洛姐在哪里，我当时只是在跟星洛姐开玩笑。你明明为我注销了她的身份，却只给我1年的夫妻名分。星洛姐醒后，你又总是守在她身边，我太爱你，想让你多陪陪我，这才……顾彦成只觉得恶心，厉声打断：太爱我了，内容惹有破绽，是我之前太骄纵你，这一日我也和你开个玩笑。他击掌，门外的保镖立刻端入一盆热饮。乔依依意识到他要做什么，惊恐说道：彦成，你不能！门外守着的顾老夫人等人也都吓坏了，纷纷指着顾彦成吼骂道：顾彦成，即便你不认依依，她也是陆家千金，你这要毁了整个顾家吗？说着，顾老夫人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，其余人也都跟着跑进来，一起护着乔依依离去。还没下楼，门外忽然闯入数十个黑衣劲装之人，他们手里拿着枪支，训练有素地控制住顾彦成的保镖，嚣张闯了进来。为首的钟秘书冷眼看着乔依依，命令身后的人：顾得到是惬意，将他带走。乔依依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吓得面色惨白，惊恐抓住顾老夫人手臂，哆嗦道：奶奶，爹娘，我不能跟他走，他会杀我的。顾老夫人轻拍他手安抚，冷眼看这群人：是不是沈星洛雇你们来的？贱人，拿我顾家钱财，
竟还想让我顾家绝后。顾父站出来警告：你们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可是沪上商会陆会长独女。顾母也说：她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孙依依，原来你就是这样冒充小姐的身份，屡次针对她，一个下贱的东西，竟敢谋害小姐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带走，阻止，格杀勿论。顾老夫人撒泼想要拦住，却被黑衣人往腿上开了一枪，血光迸溅，惊吓住所有人。一时之间，谁也不敢轻易动弹。乔依依被强行拖走。燕城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下心落井，求你救救我和孩子。顾彦成却没听他说的话。宗秘书离开前，冷眼看着这群人。至于顾家，真的伤害过小姐的人，陆家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所有人眼睁睁看乔依依被带走，钟秘书将她押至陆家地牢，里面有5具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，浑身都是受刑后留下来的狰狞伤痕，血肉模糊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乔依依被恶心的呕吐不止，更吓得魂飞魄散，颤声狡辩：钟秘书您定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改姓，嫌原本容貌丑陋，微调了下，并未冒充小姐。钟秘书冷嗤一声：仔细看，他们是谁？乔依依强忍恐惧看去，瞬间惊恐地瞪大双眼，脚底涌上来的恶寒也跟着蹿升。怎么会是他们？他们不是去杀沈星洛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？乔依依忽然感觉不祥，浑身瘫软地跪伏在地上，微微求饶：钟秘书，我知错了，我不该趁小姐离家冒充她的身份，求您饶我一命。钟秘书没有回他，耳边响起脚步声与轮椅滚动的声音。乔依依心里更慌乱了，身体更是抖如筛糠。钟秘书微微躬身，恭敬道：小姐。乔依依浑身紧绷，连忙爬到轮椅面前，惶惶不安地放低姿态：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大人大量，饶我一命。静默片刻，等来的却是一声讥讽轻笑，那笑声直击乔依依心底。她猛地抬头，沈星洛伤势过重，需长期疗养，身上仍旧裹着纱布。乔依依认不出他，却能辨别出他的声音：我不是什么大人，更不是什么圣女。乔依依，你欠我一条命，便该用命来偿。乔依依怔怔地看他，难以置信：你是沈星洛？不可能，他早该死了。他癫狂扑向钟秘书，扯着他的裤腿大叫：钟秘书，一定是他骗了你们，冒充小姐的是他，沈星洛，你们都被他蒙蔽了。钟秘书冷漠看着，沈星洛也冷眼看他发疯，动手。奉命多时的护卫将乔依依架上刑架，用麻绳死死捆缚，随后挑选刑具。乔依依看着刑具越来越近，惊恐尖叫，泪流满面的拼命挣扎，却只能绝望地承受着。往日施加在沈星洛身上的伤痛，如今全都百倍偿还在了他的身上，凄厉惨嚎回荡地牢。没过多久，乔依依就承受不住，崩溃求饶：小姐，我知错，是我下贱，不该冒充您。沈星洛却头也不回，让护卫推他离开。处置完乔依依，下一个便是顾老夫人，虚弱卧床，嘴上还不忘骂：这一切子定是沈星洛那贱人所为，竟敢提陆家，他就是见不得依依好。我顾家取此贱种，真是造孽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让他进顾家的门。顾母眼露怨毒：不如我们去找沈星洛，押着他去陆家赔罪。依依若有不测。顾父忽脸色难看，打断他：领头那人我见过，是陆云峥身边的钟秘书，他称的小姐，莫非是沈星洛？绝无可能。另一边，厅堂内，顾彦成崩溃地跪在地上，自虐般的承受铁棍鞭笞，将往日施加在沈星洛身上的伤，全都百倍还了回来。脸上的掌印十分清晰，不知道懊悔的自乖多少下，赤红双眼蓄满泪。秘书说的话反复在耳边回响：先生，乔依依原名叫孙依依，是陆家管家孙妈之女。陆会长怕小姐孤单，让她住进陆家，但她私自改姓，并对照陆小姐幼时的照片修整人貌。他不知从何处得知您与小姐往事。1个月前，乔依依自导自演下药性命，又故意让人透露她可能是陆小姐，引您前去。沈小姐本名陆星洛，离家后改随母姓夫人，便是陆小姐。还有，那叶夫人伤势极重，您让医生伪装的病情都是真的。原来他苦寻之人一直在身边，而他竟轻易错认，听信了乔依依的谎言。难怪沈星洛昏睡1周，他却真以为他只是受了些轻伤，轻易就放走了凶徒。他真是个蠢货，背后早已皮开肉绽，但这痛远不及心碎1/1000。待惩罚结束，顾彦成艰难起身，他没有去医院医治，
而是踉跄冲出门，一路强撑至陆家公馆。门卫拦他，顾彦成往日的傲气全都没了，低声下气的祈求：“我是星洛的丈夫，请你让我进去见见他，我知道错了。”门卫嫌恶冷嗤：“你说是便是，我家小姐怎么会有你这种神志不清的丈夫？别污了我们小姐的名声，还不快滚！”顾彦成不愿离开，跪在门外。他知自己错得离谱，错得荒唐，也该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。门卫见赶不走他，索性不理了。天色忽变阴沉，刹那便暴雨倾盆，电闪雷鸣，雨水砸在顾彦成身上，冲刷身后血水渗入伤口。顾彦成面色惨白，撕心裂肺的痛楚与刺骨的寒意让他抖如筛糠，唇齿也止不住打颤。他脑中不受控地想起半月前那场暴雨。他安慰沈星洛时，接到了乔依依的电话。他不想离沈星洛而去，也不忍乔依依害怕。熟悉的声音打破幻想，顾母慌忙伸手摸向顾彦成的额头，掌心触到一片滚烫。他急忙喊来医生，为顾彦成注射了退烧针剂。顾彦成盯着天花板，泪流不止，悲痛万分。原来星洛还未原谅我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再次昏沉入睡。这一夜，顾彦成噩梦连连。他梦见自己和乔依依暧昧时被沈星洛撞破，沈星洛冷漠地提出离婚。他跪地哀求，沈星洛却决绝地转身离去。顾彦成发疯般的想要追上去，却怎么也追不上，只能崩溃地看着他的身影彻底消失。顾彦成再次醒来，衣襟已被冷汗浸透。顾母坐在一旁，满脸抱怨地开口：“彦成，你昨日去了哪里？知不知道依依真出了事？你我母子在顾家还能有立足之地吗？那私生子虎视眈眈，就等着抓你把柄。沈星洛呢？你快联系他，那些人是他拿顾家钱财雇的。”这些话瞬间点醒了顾彦成，他最恨背叛，如今自己却成了负心人，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乔依依。乔依依该死！顾母被他眼中的狠厉吓住，一时没敢再说话。顾彦成不愿在医院浪费时间，立刻出院。他找到了当初凌虐沈星洛的地痞，直接让保镖动手。先生，我们可是乔小姐好友，您不怕她知晓了动机？乔小姐，那她可曾告诉过你，她是冒牌货，而你们商男才是真千金？什么？众人惊骇不已，随即纷纷将罪责推给乔依依。这件事不是我们想做的，我们都是受了乔依依的指使。顾彦成恍若未闻，处置完这些人后，他立刻去申请撤销沈星洛的死亡判决，又到户籍处为他申报恢复身份。处理完这一切，顾彦成赶往顾家银行。顾家银行遭陆家打压，股价暴跌，资金周转不灵，职员纷纷罢工。顾彦成好不容易将众人安抚下来，顾父就派人过来，让他带着沈星洛赶往陆家公馆。顾彦成刚到陆家公馆，就看见顾父和他在外豢养的私生子。顾父张望片刻，没看见沈星洛的身影，脸色顿时变得难看。顾彦成，陆云峥一定知道依依出事了，故意报复我们顾家，你是不是耳聋了？我让你带沈星洛来，你没听见？你快去叫他一同过来赔罪。顾母走到顾彦成身边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彦成，你去求依依，她那么爱你，顾家就有救了。”我看他存心的，反正他有乔依依护着，哪管顾家死活。顾彦成忽然笑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真正的沪上商会千金是沈星洛，被你们嫌恶至极的沈星洛。”众人惊愣当场，满脸难以置信。胡言乱语，沈星洛这种下贱之人怎么可能是？话音未落，公馆铁门缓缓开启，钟秘书身后的护卫将生死不明的乔依依丢到他们面前。不等顾父几人回神，孙妈突然奔来，抱着乔依依痛哭：“依依，我的女儿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该纵容你的。早知道有今日，妈妈绝不会同意让你改姓，给你看小姐照片。”孙妈，这就是您女儿的夫家，求求他们，或许还能让乔依依多活片刻。顾家人看看钟秘书，又看看孙妈怀中的乔依依，只觉天塌地陷。顾彦成毫不在意乔依依的死活，双眼死死盯住公馆内，远远瞧见轮椅上的一道身影，心跳声比大脑先一步认出，那就是沈星洛。星洛，顾老夫人得知沈星洛才是陆家的真千金，不敢相信，直到顾父的怒吼响彻厅堂，顾老夫人不得不信，拍床哭嚎：“那我顾家银行该怎么办？乔依依这千刀万剐的贱人，骗得我们好苦。
竟还有脸求顾家救他，让他去死。顾彦成去了医院，收拾沈星洛的东西，东西不多，只有2套病服与些许日常用品。也是此刻，他才发现病服上有未洗净的血迹。如果他当初早些察觉，多关注他，是否就能早发现真相？可这世间没有如果。顾彦成死死抱住病服，万分悲痛。正准备离职的护士路过，讥讽看他，只觉他虚伪恶心。人走了，装什么神情？沈小姐遇上这种人，真是晦气。亏我当初以为他深爱沈小姐，还多嘴劝和，如今想来，我真该死。这种管不住下半身的烂人，岂配说爱？不，他爱沈星洛。顾彦成张口想要解释，喉头却好似被堵住了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他抱紧物品离开。他回了家，与沈星洛的家。一入门，他就冲进卧室，翻出沈星洛的旗袍，情绪再难压抑。他紧抱衣物，贪婪深嗅其上残留的淡香，一遍遍翻看沈星洛相册，泪水模糊相片。没有沈星洛的日子太让人窒息了。顾彦成彻夜未眠，苦思无数方法接近沈星洛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迫不及待地尝试伪装成陆家护卫，找到和陆家有生意往来的人，借口同他一起前往陆家，守在沈星洛治疗的医院外。可他都没能如愿见他一面。与此同时，所有关于顾彦成与沈星洛的报道全部消失，号外都变成真假互上千金，身份被庸人之女冒用。全城都知道了沈星洛的身份，也知道顾彦成所谓的深情。不过半个小时，顾彦成与顾家的名声都烂透了。顾彦成看到这些号外时，秘书恰好来电。先生，陆家有意收购银行。刹那间，顾彦成重燃希望。我同意收购，但必须由星洛亲自与我谈。沈星洛应下了顾彦成的要求。陆云峥眼唇轻咳，不赞同的开口。他分明是故意为之。星洛，你难道还对他？我不是母亲，会为背叛他的男人再三原谅，到最后被逼得精神崩溃，只想求死。您既然同意将陆家交给我，我的决定无需您同意。陆云峥沉默。沈星洛比他想象中更加清醒。一如幼时，5岁的沈星洛尚不知出轨是什么意思，只知父亲总不归家。他渴望父爱，所以父亲难得回来，便缠着他撒娇。后来他看见父亲身边站着陌生女子，母亲因为那女子歇斯底里，哭到天明。自那之后，沈星洛再未喊过陆云峥一声父亲。与顾彦成的会面定在2日后。沈星洛身体不便，由中秘书陪同前往。顾彦成早已等候，僻静壶茶，整理发型，穿着西装。收购合同若无异议，便签了。顾彦成恍若未见，目光焦灼于沈星洛身上。他急切解释，希冀的仿佛是在求得一线生机。建墨，我不知道乔依依骗了我，更不知那也是你。还有奶奶的寿宴上，我爱的人从来都只有你。你还记得少时，我沉默，不再让人哭。如果不是乔依依冒充你，我绝不会多看她一眼。顾彦成，错了便是错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庄秘书，走。不要，我真知错了，是我不该负你。我们都恨透背叛，我却成了那种人。星洛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不能没有你求你了。你和乔伊上床时就该知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。顾彦成，我们早就结束。我不是你夫人，也不是那个被你注销了身份的沈星洛。顾彦成正望他背影，正好秘书过来跟他说，撤销死亡判决书和恢复身份的申请都失败了。那一刻，他彻底明白，一切都没用了。他亲手斩断与沈星洛的关联。顾彦成痛苦跪地，沈星洛需进一步手术，当夜乘机远赴国外。接下来的这几天，顾彦成满心都是沈星洛，背上伤势迟迟未能及时医治，严重恶化。刚出顾家银行，他就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身边空无一人。顾彦成目光空洞，盯天花板许久，觉得口干，艰难爬起来。出去接水时，他遇到了陆云峥，同样穿着病服，面色憔悴，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。不等他说什么，陆云峥先开了口。陆云峥跟他说了很多，顾彦成知道他在劝他放手。沈星洛一旦认定的事情，就绝不会回头。他与陆云峥一样，错的太多。1个月后，沈星洛才回来，他面部烧伤过重，无法恢复旧貌。医生为他换了副容颜，也代表着沈星洛的新生。顾彦成戴着鸭舌帽，远远看见。这一次，即便沈星洛容颜已改，顾彦成也认了出来。他双眼发酸，只1月未见，却好像隔世。但脚刚抬起来，他又生生克制住。是顾彦成。不必理会。顾彦成看他上车，渐行渐远。他轻轻张口，无声地说：星洛，对不起。